Your Excellency, Mr. Premier Zhou, I think you must have seen my statement about Taiwan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你的那个声明我看过了，但我并不认同。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政。其二，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干涉我们解放沿海岛屿，造成台湾局势的紧张，这是国际性问题。ဝန်ကြီးချုပ်ဂျူခင်ဗျာတရုတ်နိုင်ငံရဲ့ထုတ်ပြန်ချက်များမှာထိုင်ဝမ်လွတ်မြောက်စေလို့သာပြောတယ်လက်နက်အင်အားနဲ့လွတ်မြောက်စေမယ်လို့မပြောခဲ့ဘူးကြောင်းကျွန်တော်သိရှိရပါတယ်ဝန်ကြီးချုပ်ခင်ဗျာထိုင်ဝမ်ကိုလွတ်မြောက်စေရေးနဲ့ပတ်သက်လို့တရုတ်အစိုးရမှာအခြားနည်းလမ်းတွေများရှိသေးလား中国政府在历次的声明中从未提到过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可以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If you have peacefully liberated Taiwan, how will you install Shanghai Sheikh? Will you install Shanghai Sheikh as a general? 完全可以，甚至比将军的职务更高一些。Following your thought, your train of thought, Your Excellency, Mr. Premier, could I say that the Chinese do not want to fight with the Americans? 中国历来是主张和平的国家。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和平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Mr. Premier, would you like to publish the words you just say? 当然可以公开的发表。Foster, did you catch the signal sent by the Chinese Premier Zhou at the Bandung conference? Mr. President? The Chinese do not want to have a war with the Americans. He's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us on the Taiwan issue. Sir, it's just a smokescreen that's designed to lead us astray. No. Look, Joel's statements remain murky, sir, as to where to hold the negotiations, who's going to conduct it, and even what agenda. He hasn't said anything that's specific. With all due respect, Mr. President, how do you trust him? As I see it, Joel's one of the best demagogues in the world. I will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if there's any chance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us. Sir. 总理啊，你上次在这个冷餐会上的讲话呀，嘿嘿，不胫而走啊，引起了很多国家元首的大力称赞，特别是那个台湾问题跟美国人谈判的事，这个斯坦气球一发出啊，你猜怎么样啊？竟得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积极响应。请坐。现在啊，最着急的莫过于台湾的蒋介石了。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台湾的外交空间会变得越来越小了。是啊。哎呀，总理啊，你看你啊，到了万隆这几天，整天忙于工作，连个囫囵觉都没有睡过。我看啊，你还是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吧。你们不是也一样吗？不行啊，过一会儿，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殿下要来拜访我们，这是早已经约定好的。哎，子峰啊，你通知一下这个西哈努克殿下，晚个时间让总理啊好好睡一觉。好，是。哎，不行，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次来万隆，不仅仅是开会啊。我们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广交朋友，无论是大国小国，我们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总理，其实这只是一次例行见面，也不算什么。记住，外交无小事啊。是。好了，我去洗把脸清醒一下，一会儿西哈努克殿下来了，马上叫醒啊。哎呀，这个总理哦，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陈老总，陈老总，这个总理刚刚睡下，不然啊，我怕他身体真的扛不住哦。可是陈老总，西哈努克亲王已经到门口了。哎，我的事，我替总理啊去招待一下啊，这样最好。不过陈老总，一会儿总理要是请的话，您可得帮我多说点好话。哎呀，你就放心吧，这个嘛呢，我来。谢谢，谢谢陈老总。亲王殿下呀，这个柬埔寨啊，跟中国一样，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呀。虽然这个制度上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平等互助、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建立非常良好的外交关系哦。ពិតជាល្អណាស់ប្រសិនបើអាចខ្ញុំនឹងសង្ឃឹមថាទៅទស្សនកិច្ចនៅប្រទេសចិន。好啊，我把你这个建议啊，马上给周总理汇报一下。汇报就不要了，非常欢迎西哈努克殿下来我国呀。អាយដាមចូលឯឡាយសូមជម្រាបសួរពិតជាមានសេចក្តីរីករាយខ្លាំងណាស់ដែលបានជួបអាយដាមសូមចេញ西哈努克殿下，我应该向您道歉，很对不起呀。刚才我不小心睡过去了，他们没有及时的叫醒我，差一点耽误了与您的见面，请您原谅。ណៃទេអាយដាមគូសំពីហើយ亲王殿下呀，应该道歉的呀是我呀，是我没有叫醒周总理，你不晓得呀。他来到万隆这7天啊，只睡了13个小时了。អូយលោកនាយករដ្ឋមន្ត្រីជួយអេនឡាយភាពជាស្វ័យចំណេះដឹងសិលធម៌និងធម៌ពលដ៏អស្ចារ្យរបស់អាយដាមដូចស្រាមកថៃអញ្ចឹងដែលធ្វើឲ្យមនុស្សស្វឹងបានពិតជាកោតសរសើរខ្លាំងណាស់亲王殿下啊，您过奖了。亲王殿下在大会上提出，要把柬埔寨建成永久的中立国，绝不被用来做侵略别人的基地。这也是高屋建瓴、远见做事的。កាលពីមុនយើងមិនបានយល់អំពីប្រទេសចិនទេតាមរយៈទំនាក់ទំនងជាមួយលោកនាងនេះខ្ញុំមានអារម្មណ៍ថាស្មោះត្រង់រាក់ទាក់កក់ក្ដៅនិងមិត្តភាព亲王殿下，为了使我们两国的友谊长久地发展下去，我想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您访中国。អូល្អណាស់លោកនាយករដ្ឋមន្ត្រីជើសូមអរគុណ弟兄们，万隆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却出师不利，屡遭挫败。上峰对我们
天，是我们向党国尽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们必须完成。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兄弟同心，实力同心。对，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大哥。 大哥，大哥，蹲下！毛头硬币。那边制高点上一定要派狙击手，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庆祝入瓮。 第一次亚非会议圆满成功，会议最终达成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亚非会议高举独立、和平、友好与合作的旗帜，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隆精神。这个精神贯穿于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的烈士们举行共葬。他们是为人类的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牺牲的
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外交战线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这里有付出，有奉献，同样有流血牺牲。我们每一位活着的同志，要学习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精神，今后用更大的工作成绩来告慰烈士们的在天之灵。从来没见过主席啊，这么潇洒呀！他们老嫌我坐在屋子里不动，说坐久了对身体不好。正好，陈老总啊，你们要来谈万隆会议的事，我就让他们把会议室搬到外面来了。主席啊，这次的万隆会议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交了很多的新朋友。包括过去对我们有误解、有隔阂的国家，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互相谅解，不增加了友谊呀。我相信啊，通过这次会议啊，中国会掀起一个新的建交高潮。你们从万隆发来的每一份简报，我都认真看了。如果把万隆会议比成是一个战役，那你们不是小声，是大声啊！主席过奖了，过奖了。我说的是实话呀。这次万隆会议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开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多少年来，西方国家都把亚洲人、非洲人说成是有色人种、劣等民族，他们才是救世主。地球离了他们就不转了。这次怎么样？这次没有西方大国操纵的万隆会议，不仅开成功了，而且我们还跟印度等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拥护啊！主席啊，这次美国人还破天荒的同意和我们谈判了啊！如果美国人真愿意签一个和平条约，多长时间都可以，50年不够，那就100年吧。不知美国人干不干呢？主席啊，最近杜勒斯发表了一个外交方面的新的论调，值得我们警惕啊。有什么新花招啊？他说，为了避免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总是败下阵来，必须找到一种不用枪炮利剑就能战胜共产党的办法，那就是让美国的自由腐蚀共产主义的机体，从而实现和平演变。嘉祥，你从苏联回来有一段时间了，我想听一听你对苏联新一届领导人的看法。主席啊，您说的是赫鲁晓夫吧？赫鲁晓夫不是斯大林选中的接班人，可斯大林去世不久，他就当选为苏共中央的第1书记。这赫鲁晓夫啊，他
他出生在矿工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但是他善于思考，反应灵敏，所以他很快进入了苏联上层。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容易冲动，只凭主观意念去解决问题。他上台以后啊，对社会主义其他兄弟党动不动就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主席啊，我担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出什么乱子。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运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赫鲁晓夫这个秘密报告，你们都看过了吧？这个秘密报告由西方媒体传播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呀。现在看来啊，这里面有2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赫鲁晓夫接了盖子，2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接盖子，就是因为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这就是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是因为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主席啊，那我们对此应该做出何种反应呢？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现在除了苏联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体量最大。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我们发声呢。吴冷西同志，你要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这篇文章中，对斯大林要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他虽然犯了一些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的还是苏联。15期间啊，苏联与我们签订的援助项目和合约高达156个，有些项目才刚刚开始啊。恩来同志提醒得很好，这一点我也想过了。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论战，主要是在思想上，最好不要伤及国家关系。我们新中国成立已经7年了，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远远不够。如果把20世纪分为2半，那么上半个世纪是搞革命，下半个世纪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我们要充分珍惜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和平环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地搞社会主义建设。我相信几年以后，英国、美国、西德、日本都会跟我们做生意的。外交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是管用的，那就是实力。有了实力才有朋友，才能够说话算数嘛。朋友多了就能增强实力，团结就是力量嘛。И что это Мао Цзэдун на меня попер, а? Но я понимаю другие. Но он-то сам от Сталина настрадался. Я ему помогал. А он еще и попрекает. Это кто у нас герой-одиночка? Я?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ну чего ж ты так переживаешь-то? Вот-вот был создан 8-й съезд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Мао Цзэдун открыто заявил,
Что отстающий аграрный Китай надо сделать передовым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м Китаем. Что, мол, учиться надо у передо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ак что будь спокоен. Ну не должен Китай с нами рассориться. Если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так в н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что же они упираются? Может, им пора замечание с занесением в личное дело? С замечанием. Время сейчас неподходящее. Сейчас сред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положение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и наше почти ноздря в ноздрю,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у нас сплошные хлопоты. А потому в этот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период важно, чтобы все видели, чт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дружба непоколебима. Герой-одиночка. Mr. President? Buster, what makes you so happy? Mr. President, have you heard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ast Europe or not? Are you referring to Poland and Hungary? Yes. According to my earlier predictions, we ought to defeat communism by some means other than the force of arms. Sir, facts have shown my predictions were well-founded. The social camp is splitting up, sir, and I believe will collapse in the not-so-distant future. It's great news, sir. 好，李世平，记好了，主席。周叔叔来了。哎，周叔叔，你来和我爸爸打吧。不，我可不是你爸爸的对象啊。有事吗？哎呀，何小夫啊，发来了一封电报，邀请你去莫斯科参加苏联10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啊。爸爸要去苏联，太好了。哎好消息！来，你呢？你跟银条叔叔打啊。走。原来啊，除了我们，赫鲁晓夫还邀请了哪些国家呀？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除了10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他们都邀请了。哦，还有主张和平中立的国家，加起来有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呀。南斯拉夫的铁托，他邀请了吗？邀请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自从赫鲁晓夫在20大上做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一棍子给打倒了，这段时间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不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分裂，对他的指挥棒不再言听计从，而且帝国主义也趁机打了他一闷棍，闹得他现在是四面楚歌。这次他是想借庆祝苏联10月革命胜利的机会，重新树立个人的威信，继续做他的老子党啊！Где ответ от Мао Цзэдуна? Боюсь, они еще не решили, кого направить. Мао Цзэдун обещал приехать. Он мне нужен, и этот еще... его... Брос Тита. Брос Тита уже подтвердил, что не приедет. Причина? Он сослался на боль в пояснице. Ну, это у него чис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ль в пояснице. Тита. А не приедет Тита, и черт с ним. А вот Мао Цзэдун мне здесь нужен. Сейчас и влияние, и 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я очень выдвинулось как на мировой арене, так 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Так что вы должны найти способ, чтобы он оказался здесь. Иначе без него мо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будет не настолько убедительным. А, 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Вот так,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Оставил хозяйство. Мао Цзэдун.大家都知道，我今生唯一出过一次国，那就是去苏联。说实话，那次在苏联待了70天，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老大哥盛气凌人，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派，随时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使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受伤害。记忆犹新呐。这一点呢，我也有同感呐。斯大林去世以后呢，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会议上专门做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共、反苏的逆流。这一次啊，苏联之所以高调地举行庆祝10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活动，也是想借此机会挽回点面子，重新塑造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Телеграмма из ЦК партии Китай пришла? Они там вообще определились, кого будут присылат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на заседание? Все еще нет. Ну так посылай телеграмму! И давай поторопись! Так точно. Итог телеграммы самый вежливый. Уговаривай их. Главное, чтобы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прилетел. А я пошлю спецборд в Пекин. Пускай их встречают. Так точно.这2天，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如果从我个人感情上讲，我不想去苏联，也不想去给他赫鲁晓夫捧场。但是10月革命的道路，不是个别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借着骂斯大林而否定10月革命，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我说服了自己，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去参加这次活动。我们要借这个国际舞台，亮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10月革命的伟大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既然主席决定当团长，我们大家就来讨论一下组员的组成。我个人认为啊，既然此次活动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共同主办，除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外，还要派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参加。我提议呢，宋庆龄副主席出席，那可是一位在全世界具有很高威望的伟大女性啊。我们还应当请一些文化人，像郭沫若、沈雁冰先生。我觉得呀，少数民族的同志也应该考虑，比如
蒙古族的乌兰虎同志，还有新疆维吾尔族的赛夫丁同志。小平同志，你写你一个名单，啊，人不要太多，但是要有代表性啊。好。庆龄先生，这次苏联为了庆祝10月革命40周年，举行了盛典，他们邀请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还望您能够出席这个盛会。主席，这件事情秘书已经跟我说过了。能够随您一起参加这次代表团，这也是我的一件荣幸之事。啊，谢谢庆龄先生。您从小在美国读书，后来又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大世面，不像我呀，只去过1次苏联，是个名副其实的土包子。主席过谦了，虽然您没有去过很多国家，但您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应该是心忧天下。主席，在这之前，我也去过2次苏联。啊，我知道，那都是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啊。是啊，在中山先生弥留之际，他委托我一定要去苏联拜访那里的革命同志。可还没容我成行，就发生了蒋汪背叛中山先生的3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我为此很愤怒。您当即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决定去苏联访问。是的，家里的人都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也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派人对我监视、软禁。他们说，只要我不去苏联，想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可以送我去。听说您当初是化了妆，偷着出走的。是啊，我搭乘了一艘很陈旧的俄国货船，在海上整整漂流了7天7夜，才到了苏联境内。又改乘火车，最终到达了莫斯科。9000多公里，走了半个月，可真是不容易啊。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我，还邀请我参加了10月革命的10周年庆典。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世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这一晃，30年已经过去了。是啊，30年里，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曾经任人宰割、奴役的旧中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如果中山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当初他所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感到欣慰。确实如此，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富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遵循着中山先生的遗愿，为新中国的民主富强，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携手同行，努力奋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我会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谢谢庆龄先生。苏联的气温比北京低啊，此行要多带些衣服，防止感冒啊。谢谢主席。纷乱的世界上，我心不走过，变幻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
就同此两人，云水间相车我。